今天介绍这部2024最新印尼恐怖片《撒旦的巢穴》，让你看得脑门直冒汗。话说傻强走到2楼的一面镜子旁，他发现镜子里的他跟自己有很大的不同。吓得傻强狂叫不止。另一边走进地下室的小乔和阿杰看见了令人惊魂的一幕，地上躺着3个人，一动不动。突然中间那个女人娜娜似乎动了一下，沿着她的身形周围布满了铁钉，这个就很诡异了。这应该不是普通的绑架行为，所以阿杰就犹豫了。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上前救助她。看完这一幕，我觉得本片的恐怖氛围的营造算是中规中矩，故事的设定至少不会太长，值得看一看。那么这3人究竟在干什么？他们去的地方是不是鬼屋？且听金彩彩娓娓道来。故事要从小乔讲起，他那去世的父亲欠了很多的高利贷，因此债主就天天骚扰小乔，让他替父还债，有时还搞出人身伤害的事情。小乔迫于无奈只好答应债主，在3天之内把钱还清。问题是他3天之内根本无法筹集到那么多的钱，他还有个弟弟要照顾。见了小乔晚上经常做噩梦，在梦里他被困在一间密室里，而且有恶魔对他进行攻击，因此经常会从梦里吓醒。为了彻底把这次债务搞定，他下决心跟男友阿杰出去偷一次东西，估计就能把债务还上。然而阿杰的同伙也就是傻强坚决不同意，可是小乔有备而来，他早就把阿杰和傻强商量偷东西的音频偷偷录了下来。今晚傻强要是不同意他的加入，就去举报他们所做的那些案子，大有鱼死网破之势。傻强之所以不同意小乔去，主要是怕他到时拖了他们的后腿，小乔还是坚持要去，傻强也没招了，就让阿杰处理好这件事。阿杰就答应把所有的积蓄给小乔去还债，但是要求他不要参加他们的偷窃。没想到小乔竟然严词拒绝，最后阿杰无奈的把小乔带上车。傻强的女友阿芳就警告小乔，小乔就把手机拿出来，当着大家的面把那个录音文件删除。他的意思很明显，他很需要钱，没有其他的目的。阿杰生命由他来担保小乔，既然话都说到这份上，傻强只好开车前往目的地。傻强和阿芳轮流开车，经过1天1夜的奔波，他们来到了一栋别墅的外面。小乔没想到他们还有内鬼，傻强已经事先得知今天是这家人外出的日子，他们一直在外面等到天黑。小乔在民议会的时候又做了个噩梦，还把大家吓了一跳。他们只有3部对讲机，所以小乔必须跟紧阿杰才行。3人也不客气，直接从大门翻了过去，里面果真空无一人。傻强就去2楼看看，1楼就交给阿杰和小乔。阿杰让小乔切勿贪心，这家人有的是钱，但是不能拿干拿净。于是2人就分头去每一个卧室翻找，每个人的收获都不小。小乔正在翻找的时候，房门莫名的关上，小乔也没当一回事，继续拿走抽屉的李翡翠玉镯，而且是全部拿走，一个都不剩。他早就把阿杰话丢到脑后跟了。阿杰就在衣柜里摸索的时候，看见了一个女人头，这就把阿杰吓得瘫坐在地上。与此同时，有黑影从小乔的身后飘过，他自然感觉到了，于是就跟着那个影子走。恰巧阿杰过来找小乔，于是2人就在地下室的门口相遇。原来他觉得那个黑影像是他的弟弟小巴，阿杰觉得不可能，明明小巴还在他们所租住的房间内待着，但是小乔不听劝走了下去。另一边，傻强走到2楼的一面镜子旁，他发现镜子里的他跟自己还是有很大的不同，于是就发生了片头那一幕。阿杰犹豫了，他在思考到底要不要上前救助他。几秒钟之后，他冲了过去救助娜娜。虽然他是小偷，但是这点良知还是有的，但是遭到了小乔的反对，他觉得先要搞清楚状况才能救人。阿杰就去问娜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，娜娜哭着表示他们想牺牲她，这下把阿杰和小乔吓一跳，难道这里还有其他人？阿杰就问他们究竟指的是谁，娜娜吓得不再开口。既然这，阿杰就去解开娜娜手上的绑绳，可是没成想阿杰的手竟然会被绳子烫伤。哎呀，看样子这个绳子可不一般啊！娜娜继续哭着求他们救她。阿杰怜悯之心再次涌现，忍着剧痛去解开那个绳索，最终阿杰还是被弹开了，痛苦的在地上喊叫着。小乔看不下去了，抄起一把短柄斧，3五几下就把那些绳子砍断。2人把娜娜从那个铁钉围成的圈子里抬出来，而另一侧的墙角里坐了一人。原本以为他死了，没想到他的手动了一下。接着阿杰背着娜娜和小乔上到1楼，与傻强会合，他就不停问是怎么一回事，他们也没有功夫解释。小乔先冲到门口打开房门，哇塞，几人顿时傻眼了，这个大门竟然被水泥墙封死了。
问题是刚刚他们还从这里进来的，怎么转眼就被封了？实在令人匪夷所思。这时小乔脑子突然发晕，傻强一看这不行，赶紧去开另外一扇门，结果都是一样被封死，大家手足无措之时，小芳开车来门口接应他们，用对讲机呼叫阿杰。于是小乔就从阿杰身上拿起对讲机通话，让小芳耐心等一下，顺手打开房间的电灯开关。而傻强根本没有心情和小芳通话，就在那里发躁踢墙，而且动作幅度越来越大。他发现柜子里有一个煤气管，于是从里面拿了出来，也不管不顾，径直丢向门墙。他想点火炸开一个缺口，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行为，弄不好连自己都要被炸死。还好只是有惊无险，不过这个方法没有起到任何的作用。傻强觉得这件事很诡异，肯定与小乔有关系。他们以前进过不少的房子，从没遇到这种情况。小乔也不理他，傻强就去抢夺他手上的包裹，这才发现小乔拿了大量的财物，这个就违反了他们的规则。傻强就认为小乔是个灾星，没想到小乔还自认为不是小偷，还说的那么的冠冕堂皇。阿杰就让他们不要再吵了，找到出路才是最关键。他们只是被封在了这栋别墅里，于是小乔就跟着傻强在这栋别墅了转悠，寻找新的出路。他们在一间大卧室发现了一张家族图谱，而最后的传承人似乎就是他们救出的那个娜娜。另一边，阿杰发现娜娜在那里喃喃自语，于是凑过去听一下。突然娜娜的眼睛开始起了变化，先是泛白，然后变成了乌黑状，然后从口里放出一个小虫子去咬阿杰。至此娜娜开始变成一个恶毒的女人，接着阿杰眼前出现各种的幻觉，吓得阿杰痛哭不已。傻强听见动静赶紧跑过去，娜娜就在那里开始玩弄阿杰。娜娜笑着告诉他们，这里所有的人都会死去的，然后让阿杰出现幻觉，就是让他觉得傻强就是娜娜。阿杰就认为必须攻击娜娜才行，实际上他攻击的是傻强。双方发生了生死搏斗，而傻强只能防守，毕竟阿杰是他的好兄弟。他也看出阿杰出了问题，娜娜就在一旁诅咒他们永远走不出这所房子。傻强好不容易挣脱了，只能逃出这个房间。问题是阿杰还紧追不放，他已经被娜娜完全控制了。与此同时，小芳拿着对讲机翻过院墙，一路上阿杰在跟他说话，可实际上是娜娜在跟他对话，还时不时的冒出来吓唬小芳，似乎他很享受这种猫捉老鼠的游戏。小芳这才发现自己上当，对着娜娜就是一阵的输出。小芳打得越厉害，娜娜越开心。小芳可是运动员出身，手上有一把的力气，对着娜娜的头部狠狠一击，谁也没想到娜娜的头部竟然转了360度。小芳力气再大也是做不到，这是娜娜在逗她玩呢。这下小芳彻底知道娜娜的厉害，转身就跑，可是她又能往哪里跑呢？结果跑了10几步，小芳就倒在地上，莫名的领了盒饭。小乔来到一个房间，突然从身后伸出一只手按住他的额头，小乔就晕倒了。随后大卡就把阿杰也拖了过来，然后拿出一些粉末状的东西放在阿杰的额头上，接着对小乔也是如此。不久阿杰和小乔都恢复了神智。大卡表示刚才他救了所有的人，他们刚才被那些妖术迷惑了，导致出现幻觉，最后还差点自杀。大卡就质问阿杰为何要把娜娜救出来，阿杰只好承认自己是来偷东西的，无意中撞见娜娜就出手相救，可是没想到捅了这么大一个篓子。大卡听完气得要命，大声告诉两人，娜娜是个非常危险的人，她身上拥有的力量超乎人们的想象。阿杰现在就想知道大卡到底是谁。大卡心高气傲地说自己是以前王室的后裔，20年前他被赋予追捕那些具有超自然能力的恶人。22小时之前，他来到了这所房子，用尽全身的力气，好不容易困住了娜娜，然后就躲在一旁恢复体力，以便最后彻底打败娜娜。可是万万没想到被阿杰给搅和了。然而阿杰和小乔根本就不信，于是大卡就告诉他们，娜娜祖先就是一个拥有超自然力量的坏人，是他的祖先把娜娜的祖先消灭的。娜娜祖先在此之前下了诅咒，超自然能力必须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，现在已经传到了娜娜的身上，而他的使命就是要除掉娜娜这个恶人。听完后，阿杰和小乔知道自己闯了大祸。接着大卡继续表示，要想彻底除掉娜娜，必须找到那把失传上百年的马来短剑才行。不过他已经感受到那把短剑就在这栋房子里，最后指了一个深洞，短剑应该就在里面。三人于是爬了下去。小乔发现这里就是他梦里经常来到的地方，大卡觉得小乔可不一般，
果真，小乔唱起了民歌，径直走向一个墙壁，把那个被封印在石壁里的短剑拿了下来。难道小乔是神女转世？然后拔出了短剑，只听砰的一声，这栋别墅被封死的门墙全部被砸烂。现在他们可以走出去。哪知道娜娜竟然跑了过来，现在她身上的超自然力量又增强，大卡已经不是对手了。他为了掩护小乔和阿杰，结果被娜娜所杀。与此同时，这个恶毒的女人还呼唤一群丧尸来帮忙，可惜阿杰被丧尸咬了。最后小乔手持短剑，不但消灭丧尸，还彻底除掉了娜娜。影片到此结束。我认为这部片子拍摄的还行，勉强能看，满分5星我给打分3星。本来前半部分拍摄的还是不错的，到了结尾有些拉垮，可能编剧也不知道该怎么编出新意，于是越来越落入俗套。恐怖氛围的营造在下半部分几乎没有了，直接变成武打片。好了，谢谢大家的捧场。